在90年代的时候，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东北部的安邦丹江高峰公寓，在短短5分钟内轰然倒下，更夺走了48人的性命。如今27年过去，事发公寓不但物是人非，更即将迎来它的全新面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曾经是丹江地区地标的高峰塔公寓，位于吉隆坡东北部的雪兰莪州安邦。该楼盘共有3栋建筑，楼高15层，于1977年至1981年间落成，随后成为了当时该地区海拔位置最高的建筑物。然而，在1993年12月11日这天，悲剧降临。由于在当年的那段期间经常下大雨，导致丹江高峰塔公寓附近的山泥发生土崩，其中的 A 座在毫无预警下坍塌，短短5分钟内就如同玩具一样横卧在地面上。高峰塔公寓共由3栋楼组成，每栋楼中有3层是公用的楼层，分别是停车场、大堂以及顶楼天台，其余的12层都用作私人住宅，其中1楼至11楼每层4个单位，12楼只有2个单位，3栋楼合计共138户业主。在当时的90年代，这栋公寓一间售价为30万令吉左右，每个单位面积有2000平方米，加上该处还附带了羽球场、游泳池等设备，属于高价的豪华公寓。不但如此，在马来西亚刚起步的年代，这个高档公寓还在屋内附送了吧台、地毯等设备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居住在此地的人大多都算是相当有钱的。据说这座高档公寓更一度成为许多有钱人私藏情妇的首选之地。在1991年，雪兰莪州政府决定开发丹江地区，尤其是高峰塔后面的山区，作为都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举动导致斜坡上大量的树木被砍伐，让土壤直接暴露在空气与雨水中。经过雨水的冲刷，土壤直接堆积在高峰塔护市墙后，这也是造成后来土崩的主因。另外，丹江地区的土质松软，不适合建造10层以上的大型建筑，可开发商无视了这个问题，甚至为了让大楼适应土质，而把地基打浅，造成土崩发生时，地基无法抵挡泥土的冲刷，造成大楼坍塌。然而，造成土崩形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附近东河的开发计划。东河原本流经这个楼盘的 A、B 2栋支线，但为了公寓的建设，开发商加建了排水系统，将东河改为流经楼盘的东面。直到1991年前后呢，因为山上的开发，导致雨水携带沙土全部都涌进了新建的排水系统，造成在1992年排水管道破裂。于是，全部的雨水渗透进土壤中，使原本就已经松软的土质变得更加脆弱，一点都没有夸大。此时的丹江高峰塔实际上已经处于泥浆之上。1993年12月左右，因为长时间大雨导致高峰塔山上的泥土不断的被冲刷堆积，最终在倒塌前1个星期，护土墙被冲垮。自此，高峰塔开始出现水流倒灌的现象。不仅如此，大量的沙土摧残着高峰塔原本就不稳固的地基，造成 A 栋大楼墙体开始出现裂缝。直到12月11日事发这天，大量的泥土不断冲击着 A 座大楼的地基。根据当时的计算，约有10万平方米的泥浆冲击着 A 座大楼，这个重量就等同于200架波音747的客机。最终，这样强烈的冲击力让公寓的地基负荷不了，并于当天的下午1点35分完全下陷，整栋楼就地倒塌。事发当时，共有53位住户被困在废墟里。虽然救援人员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，然而历时11天的救援行动，最后只成功将3人救出，另外48人死亡，因而成为东南亚地区住宅倒塌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事故。
这次的事故的遇难者中呢，有12名是外国人，其余的36人都是本地人，还包括了我国前副首相穆萨希丹的儿子 Carlos 和媳妇 Rosina。据悉，有关当局在救援中曾经在 A 栋大楼电梯里发现7名遇难者，都是因为等不到救援和水、食物而被活活饿死。至于被困在公寓里的居民，只有一个18个月大的女婴和母亲，及一名50岁的日本妇女被救出，但该名日本女子在被送往医院后，因为抢救无效离世了。意外发生后，坍塌的这个 A 楼大座已经完全被清理 ，B 座和 C 座公寓均被列为危楼，并迫使2栋楼居民撤离该地区已经荒废。甚至沦为瘾君子的追龙天堂及探险者的最佳探险地。事后，公寓业主和住户分别在1994年与1996年入禀高庭，起诉淡江高峰塔公寓发展商、雪州政府等造成的疏忽和失责，要求逾1000万令吉的赔偿。随后，吉隆坡高庭于1998年8月10日开始聆审第2座公寓及第3座公寓73名业主和住户的诉讼。经过1年半的审讯，法官在2007年8月11日裁决，发展商的疏忽导致第1座公寓倒塌，进而使其余的第2和第3座公寓废止，因此每户业主皆获赔1500万令吉。27年后，昔日倒塌的 A 座公寓已经被清理，剩下的 B 座和 C 座仍然耸立在杂草树木堆中。尽管事过境迁，但对于遇难者的家属而言，肯定是心中永远的痛。小南只是从资料的照片来看都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骇人。当年遇难者家属也在当地举行超度仪式，祈求亡者早日安息。然而，该地却在事后频频传出灵异事件，甚至被评选为全马闹鬼事件最多的地点之一。由于这座公寓处于地势较高的位置，因此现在只要你开车驶上第2中环高速公路，从蕉赖驾驶至巴拉光往卡拉高速公路、国家动物园或云顶高原的方向，便可以在车窗右手边的山边看见2栋被废弃的公寓。也许对一些不知晓当年惨剧发生地点的人而言，只会以为是2座废纸或是陈旧没有粉刷的旧公寓。与此同时，为了纪念这个在过去27年几乎一直受到忽视的悲剧事件，我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计划在事发地点建造一座纪念馆。然而，他强调，纪念馆的公园并非是具有游乐场等设施的开放区域，而是一座被一个小公园和步行道环绕的纪念馆。如果这里成功改建，那么这段不愉快的黑历史自此将留在人们的回忆中。小南认为，这些极度没有人性的发展商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虽然无法挽回48条性命，至少可以给活下来的人一个交代。但愿逝者安息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哦，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。小南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！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，也可以留言。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做。那我会尽力的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，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。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，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。最后，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么么哒。